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。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，蔡徐坤塌房了 ，Prada 再次应验了。6月26日中午11点，有网友图文并茂晒出蔡徐坤塌房始末，说他和刚见一面的女生一夜情，导致对方怀孕。不少网友感慨 ，Prada 简直比传说中的缩神还要灵验。也有人说 ，Prada 是最赚钱的外国品牌，毕竟只靠收赔偿费就能赚翻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位爆料人在某贴吧的 ID 是 C 先生，不要太勇。他的爆料确实非常勇敢，他不仅直接点了明星大名，还晒出关键证据和聊天记录。这个网友声称，2021年5月20号这天，蔡徐坤在北京朝阳区一间 KTV 里，经现场的朋友介绍认识了 C 姓女生，两人都对彼此有好感。5月21号凌晨 ，KTV 聚会结束后，蔡徐坤和这名 C 姓女生发生了性关系。1个月后，也就是6月24日。C 姓女生去医院检查，结果显示她已经怀有身孕。C 姓女生当即询问事主蔡徐坤该怎么办。据这位爆料人所讲，蔡徐坤当即听到这个消息的反应就是让 C 姓女生去把孩子打掉。当年的7月5号 ，C 姓女生自己一个人去医院打了胎，蔡徐坤并没有陪同。不过纸还是包不住火，蔡徐坤的妈妈还是知道了这件事。久混江湖的蔡母觉得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。自己儿子肯定是被人算计了，肯定是 C 姓女生设的局，想要敲诈蔡徐坤。蔡母先是询问蔡徐坤，问他当晚和这位 C 姓女生发生关系时有没有采取避孕措施。蔡徐坤的回答是没有。了解清楚事情来龙去脉后，蔡母开始做了两手准备。他先是安排工作人员跟 C 女生联系，商谈赔偿事宜。另一边，他找到了私家侦探。不仅跟踪 C 女士进出，还在 C 女士的家门口安装了针孔摄像头，一边听着私家侦探的汇报，一边从监控里查看着 C 女士日常生活情况。蔡母怀疑 C 姓女生是不是假晕骗了蔡徐坤，且从监控录像显示 C 姓女生疑似跟其他男子有染，因为有一天晚上 C 姓女生和一男一女在凌晨3点一起回到家里，蔡母怀疑这名男子与 C 姓女生有染。不过，工作人员调查清楚之后，告诉蔡母，这个男子是 C 姓女生闺蜜的男朋友，也就是澄清了 C 姓女生与其他男子有染的可能性。不过，这件事还没有结束。2021年7月18日，蔡妈商量跟 C 女士赔偿。值得注意的是，7月18日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敏感。为什么是7月18？因为7月18日，都美竹发了她的小作文，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。吴亦凡全面崩塌，进了监狱踩缝纫机。蔡徐坤的妈妈选在这个时间点跟 C 女孩提出了赔偿的请求，是很值得去思考的。我相信为什么是在7月18日提出赔偿，各位观众朋友们都有自己的见解与思考。这位爆料的 C 先生不要太勇，还说因为 C 姓女生受到了很严重的伤害，他手上还有其他猛料会继续爆出，同时他希望蔡徐坤且行且珍惜。事实上，从去年开始，3000瓦粉丝男顶流有孩子的传闻一直不断，甚至还有人晒出事件详细经过，说他不止有一个孩子等。尽管很多人猜测就是蔡徐坤，但毕竟只是猜测，先前的多次爆料并没有指名道姓，顶多就只敢说 C 姓顶流小生、C 姓男顶流等指代。传闻愈传愈真，不过最终只是传闻。而这一次爆料不同，爆料人不仅带了蔡徐坤大名，还晒出了证据。很快就有人顺着狗仔的信息扒出了蔡徐坤至少有2个孩子，也可能是3个，而且这些孩子都来自不同的母亲。注意，此爆料内容均是流言，未被证实。第一个孩子，蔡徐坤在18年偶像练习生时期，跟行业内的一个女大佬所生，孩子出生在2019年。蔡徐坤之所在2019年毫无预兆去国外2个月，实际上就是去陪产，把孩子给生下来。孩子生下来后，蔡徐坤抚养了起来，并以自己的名义在深圳雇了保姆照顾孩子。第二个孩子，根据网友爆料，是蔡徐坤跟一个网红生的。第三个孩子，蔡徐坤跟一个富家女生的孩子，但是那个富家女怀孕的时候还没有成年，生完孩子以后才成年，因为孩子生下来。这件事情闹得很大，最后一度顶流传出雇凶杀人的流言。不过在我看来，网上爆料所谓的蔡徐坤有3个孩子，
以及顶流鼓凶杀人的留言，99%的可能性假的。因为如果要真是那样，等待蔡徐坤的就不是塌房那么简单了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甚至都走上鼓凶杀人了，那肯定是要走法律途径去报警的。毕竟这还不是什么行政处罚，鼓凶杀人是触犯了刑法，是杀人未遂要坐牢的。因此圈妹对这些爆料不相信。现在蔡徐坤这件事的还在飞，真的假的爆料都是虎头蛇尾的，我们还是要等官方定性。但我也相信这些爆料绝不是无中生有。倒是觉得很有趣的是，在首次爆料以后，关于蔡徐坤的瓜还在不断的冲上热搜，人们都在扒时间线扒证据。但截止到完稿前，蔡徐坤的公关团队还没有任何动作。从公关的角度来看，这是非常反常态的，因为如果一件事没有做过，根本就不需要去费尽心思想措辞，直接给所谓的爆料人发律师函，走法律程序，让法院去判决谁对谁错，把判决结果一拿出来就可以了，用事实和结果就是最好的公关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蔡徐坤的公关团队没有任何反应。那根据这么多年吃瓜的经验来看，蔡徐坤这事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是真的，因为他只有真的才会含糊其辞，想着去挽回，去做点什么。但是说实话，蔡徐坤的公关团队要真想做点什么，还是挺尴尬也挺被动的。因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，你不管怎么回应都没有一个好的角度。你说 C 女士是炒作，但 C 女士没有微博，没有头条，没有抖音，人家靠什么炒作？你说 C 女士是敲诈勒索，但 C 女士压根就没有要那50万赔偿费。你说蔡徐坤和 C 女士是恋爱关系也不行，因为爆料说过了，两个人认识才几个小时就发生了关系，而且蔡徐坤直接让 C 女士给怀上孕了，还让 C 女士给打胎了，怎么看都是一夜情，根本就不是恋爱关系。现在无论怎么看，蔡徐坤都非常的被动。但公关的角度来看，蔡徐坤公共时间越晚，给他所带来的影响越大。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跟 C 女士私下和解，并通过 C 女士的发声挽回自己的形象。但似乎想要达成和解非常难，因为这是2021年发生的事情，过去了2年就是重提。可以想象这件事对 C 女士造成的伤害要多么大。明明都过去了2年才决定把这事曝光，显然双方已经在私底下进行了沟通。爆料不过是谈判的最后筹码罢了。事情的劲爆之处在于，爆料人称第二弹瓜更猛，还有个秘密情人也要曝光，简直比连续剧还精彩，引来吃瓜群众一波又一波。评论区一片哗然，网友们纷纷想到千妈，千妈含泪点赞，这是千妈叔，她凭一己之力让儿子捧上了铁饭碗，笑死！互联网是有记忆的，千妈可算是前车之鉴，蔡母会不会重蹈覆辙，谁也不知道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跟千妈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对儿子都很骄纵。蔡母长得漂亮，年轻时是一位舞蹈演员，还当过主持人。为了培养蔡徐坤，他放下了自己事业。蔡徐坤从小就得到精心培育，也展现了说唱天赋。高中北宋出国，然后以参加综艺节目的方式出道。他的运气很好，年纪轻轻就成为顶流，粉丝年轻化，有中学生，还有小学生。除了给他打榜，还支持他出唱片，只要他开演唱会，下面都是人山人海。蔡母经常探班，他保密工作做得好。就算蔡徐坤很有名气，网上几乎找不到父亲的资料，母亲的照片也寥寥无几。爆料人发出一个电话录音，可以看出蔡母很有心机。他让助理不要一下子给女子太多钱，还揣测女子不会那么快放弃孩子。听通话内容简直就是宫斗剧本剧。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，太烧脑了。女孩根本不是他对手。不过他的骄纵也害了儿子，让儿子以为自己母亲可以搞定一切，才那么为所欲为。问题来了，为何有的母亲总喜欢包揽儿子的私事？这或许跟传统思想有关。有的母亲总有很深的母凭子贵情节，会把自己的价值跟儿子捆绑在一起，看起来脐带断了，但潜意识还连结在一起。造成的结果就是儿子对母亲的依赖，也就是所谓的妈宝男。当然，事件还没有定性，偏听则暗，兼听则明。我们也希望蔡徐坤出来回应，让事情更明朗一些。而网友提到 Prada， 则是因为这个品牌选代言人太有眼光了。柯震东、X 毒再也没来过大陆了，郑爽、地狱代言仅仅8天。
从女顶流直接变成素人，出国了，再没回来过。吴亦凡、强 J 进去踩缝纫机了，从代言人变成了做衣服的工人。李易峰、朴 C 一夜之间消失了。再到如今的蔡徐坤，如果爆料属实的话，相信 Prada 很快要再出一个解约声明了。别的品牌选代言人或品牌合作挚友，看重的是合作对象的带货能力及正面形象，而 Prada 选合作明星的目的，难道就是看准了他们不可靠，为了收取解约赔偿费？调侃归调侃，蔡徐坤是否有孩子，是否和 C 星女生发生这么多故事，我们且等一个澄清。吃瓜的同时，我们也想问问，为何如今艺人这么容易出事？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为何会做出一夜情又不愿意承认关系的事？说到底，明星尤其男明星贩卖的就是一个单身形象，一个可供粉丝 YY 做梦的形象。犹记得他出新歌时，直接将一个穿婚纱的模特搬上舞台，甚至工作室还晒出了他与穿婚纱女孩的合照。当然，这女孩是只有婚纱装扮，没有具体的面貌，为的就是让所有女性粉丝有带入做梦的臆想，幻想着站在他身边的是自己，并为之疯狂氪金。有人说这是媚粉，为了让女性粉丝掏腰包，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他们造梦。但粉丝会说这是偶像和粉丝的双向奔赴，粉丝心里有他，他心里也有粉丝。不过在旁人看来，他心里是有粉丝，还是有粉丝的荷包，就没人去细想了。这次针对蔡徐坤的戴大明的爆料，究竟是空穴来风，还是腥风血雨？我们且看后续。只希望所有明星艺人活得真实一点，不要为了所谓的人设做出违背常理的事情出来混，迟早要还的。还是真实一点才能走得更远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